今天我是特意来取燕王人头的。大胆！竟然敢在本王面前如此狂妄！燕王今天遇上烈火，就休想平安回到宫里去。大明江山居然没有一个可用的人，全都是废物！想不到燕王的背后居然还有高手。承蒙抬举，明阳就是要多管闲事，今天是绝不允许你伤害燕王的。烈火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！跑！明阳，今日之战只是开始，会来找你一决高下的。只要唤醒银血刀的魔力，明阳，我看你怎么跟我斗！小姐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他们到底什么人呢？老板娘，你快走，这儿有我。就是赤色火焰死士吗？果然眼力不错。我的铁面人坏了我的好事！哎，小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去教训他。你又不懂武术，我不懂，你懂啊？好，让我这浩大不亏的露一手给你瞧瞧啊！去，马总管，别让我失望啊！
先杀了他！你放了他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我跑了，他也休想活命！你不要伤害我们家小姐！马总管，不要动！师哥，怎么办？祝姑娘不会武功，不能让她带走她呀。我不会让她带走的。放了他！真是妄称金甲战神，竟也弃剑投降了！小姐，小姐，祝姑娘，小姐，祝姑娘，看来我也该走了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疼不疼啊？痛死我了！血！死小子，有本事你杀了我！姓名的，你还算是男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师哥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就是存心的，有眼睛都看得出你居心不良，故意用剑刺伤我。姓名的，我跟你没完没了！我要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！哎，祝姑娘，我可救你一命哦，你还出口伤我，真是不可理喻啊！你还敢幸灾乐祸？哎呀，师哥，你就别说了。他明明一点点皮外伤，只是一点点皮外伤，没想到他骂人还骂得这么厉害。哎，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哎，这次没那么容易被你抓着了。哎呀，小姐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明公子真是抱歉了啊！该道歉的是他。哎呀，小姐，好了，走了。姓名的，你给我记着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哎呀，你等着瞧吧。好了，你等着。你要怎么样？等伤好了再说吧。不要啊！哎呀，师哥，你看怎么办啊？天地良心，我真的想救她。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，她要寻仇就来吧，她也太不知好人心了。感谢你们出手相助啊！别客气，明少爷，一切都是燕王的安排。燕王的安排？难道燕王已经料到，潜伏多时的赤色火焰今天会重现江湖吗？燕王只是知道烈火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危险人物，所以就吩咐我们前来协助明少爷对付烈火，而事实上却没有料到赤色火焰会突然出现。没想到烈火再次重组赤色火焰，真是罪大恶极啊！哎，明少爷，依你所看，那名叫曲池的老板娘，到底是什么来路啊？这个嘛，我暂时还不太清楚。这个烈火又失败了，还损失了我新训练的10几名赤色火焰的死士。我真的怀疑这个人的资质可担得起咱们的大事情。主人请放心，这个人本性恶，自卑心很强，用他来对付明阳，绝对是没有错的。最近我成功的炼制出这夺人心丹，只要不断的让烈火服下，不但有助于他的内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让人的魔性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增强，以至于不能自拔。聂轰确实有些本事，当年你师父将你遗弃，实在是他的损失啊！啊！站住！不要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不要跑！别跑啊！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啊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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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让开！让开！哎呦喂！哎呦！哎，死丫头，在这给我出来！追！去了！走啊！让出来！
跑哪儿去了？啊！追！死丫头，胆敢偷我们的东西！本姑娘喜欢呐。啊，正所谓，靠山吃山，哎呀呵，哎呀，靠水就吃水喽。靠你们这些偷拐抢骗的，我就吃定你们了。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找死呢你！哼，你们在城东偷猪，城西卖，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？我只不过是礼尚往来，你偷他的，我就偷你的喽，怎么样啊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这丫头舌尖嘴利，咱们不要跟他扯下去了，把他捉回去，好好教训他。走。找到了！我的拐杖，我的拐杖！瞎蛋，这是我的拐杖，给我！哎，危险呐！闪开啊！闪开！向晴姑娘，抱歉，打扰您了。快看看商人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走吧。哎，是。这。让开呀！我让开！快跑吧！让开啊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活该，臭死人了！真是恶心的！住手！我说小姐，咱就别多管闲事儿了。哎，原来是你啊！几位大爷，若是这位姑娘欠了你们钱的话，我来替她赔吧。你们能放了她吗？休想！他们几个全都是坏蛋，千万不能给他们银两，我才不怕他们呢。
你以为我们要的是银子吗？我们要的是这臭丫头。岂有此理！哇，想不到你姑父这么厉害啊！三位，这是赔你们的银子，拿去吧。走，大家太臭了。好啊，痛快，活该啊！这次算便宜他们了，不过他们也算得到教训了。上一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再偷人家东西了。我救到你这1次、2次，第3次我未必能救得了你啊。哎呀，没事的啦，这一次只是我不小心，所以被他们逮住了。放心，没问题。你有多大本事，我能猜不到吗？以后别再偷人家东西了。啊，这银子你拿去。不行，你已经帮我打退那些坏人，还给他们银两，我不能收你的钱。别！可是你没钱的话，又会去偷了。来，拿着。不，哎，那天生人天养人，就算是险中求一口饭，也要吃得心安理得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告辞。亲，老板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还要你半买半送。甭客气，老板娘买的高兴就好了。那好吧，你去巷子楼，我请你喝酒。一定，谢谢老板娘。好的，再见，老板。您慢走。是你们啊？老板娘。老板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你果然出现了，大师兄，是我呀！大师兄，你连我都要杀了吗？那天在戏棚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大师兄，你已经杀害了很多无辜的性命，难道练成魔刀，雄霸天下，对你真的很重要吗？你可知道，爹若在泉下有知，他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大师兄，求求你，请你念在爹从小就疼你的份上，请你收手吧，不要再滥杀无辜了。大师兄，也请你念在我和你之间从前的那份情感上，请你不要再执迷了。大师兄，这些年以来，我一直在寻找你，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呀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？大师兄，我求求你，收手吧。大师兄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啊，大师兄！老板娘，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哼，宁少爷，你真是又机灵又难缠。今天既然已被你发现了，
若是不告诉你，大概是不可能了。其实，我出生在铸剑世家，我爹就是屈海。啊？屈海是你爹？嗯。当年，举世闻名的铸剑至尊，所铸好剑不计其数，只可惜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很多年了。他是你爹，你是他的女儿。哼，怎么，我这个唯利是图的客栈老板，怎么看也不像是铸剑至尊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在我的脑子里，从来不会以貌取人的。在我们铸剑世家，我爹除了我之外，还收了2名入室弟子。你看见的烈火，就是我的大师兄仰山。我爹说过，大师兄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，他的铸剑之术可以说是轻胜于蓝，所以爹对他特别的赏识和疼爱。爹甚至可以把他一生的技艺全部都奉献给大师兄。可惜，大师兄心高气傲，他一心要铸造出天下无人可敌的第一兵器，技艺扬名立万，显赫江湖。心高志远，无可厚非啊。那一年，大师兄在碧水寒山发现了稀世的寒山奇铁，于是乎，他就马上找到了我爹。爹，你真的要和大师兄一起铸炼那柄寒铁奇刀吗？山儿对于铸剑技术虽然已经懂得很多，可是如果真的要以寒铁炼刀，他还得依靠我这老前辈从旁指点呐。爹，你应该清楚大师兄练刀的目的啊。哎，人往高处走嘛，爹不会怪山儿。同样，爹也觉得自己的铸剑技术好像到了尽头，所以爹也想利用这次练刀的技艺，突破一下自己的范畴，让江湖上人都看看我铸剑至尊还要再创高峰的境界。大师兄就在一念之差，却要以寒山奇铁铸造一柄银血刀。你说什么？银血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刀剑本为阳刚之物，但是大师兄却反为奇道，竟要以阴茎铸造一柄稀世的魔刀。大师兄，铸剑庄一直都在铸制着利剑，你为什么却要练刀呢？池儿，就算大师兄的铸剑技术再高再精，也永远都只会活在师父铸剑至尊的威名之下。在江湖上，根本不会有人称道我仰山是铸剑至尊。大师兄，那不过只是一些虚名而已嘛。哼，我既有旷世奇才，就不会甘心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跟师父平起平坐，甚至超过我的师父。所以，我选择练刀，而且要以寒山奇铁来铸造一柄天下无敌的宝刀。我要以此刀来扬名天下。为了追求名望，爹和大师兄虽然是各有企图，不过也妨碍不了银血刀的诞生。他们经过了3年的共同研究，终于这柄银血刀成功的铸造出来了。爹望着这柄刀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爹喜的是大师兄的铸炼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可是爹也很忧，因为这柄刀身上带着邪恶之气，必是江湖上不祥之物，它将会给人世间带来难以预测的灾难结束。所以爹决定放弃此刀，也更是命令大师兄立即毁掉这柄刀。但是铸刀之人都视刀如命，所以我推测，你大师兄没有把这柄刀给销毁掉。没错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肯毁掉这柄刀呢？这是我
千辛万苦才练出来的魔道，怎么可以轻易毁掉呢？爹说过，这柄刀是人间凶器，是不可以留下来的。大师兄，你还给我！让开！你还给我！一直以来，我爹都视大师兄如亲生的儿子一样，可是大师兄却执迷不悟，一心要扬名天下。就在我爹病危在床的时候，大师兄却背叛师门，提着银血刀，不知去向。后来，我经过很多方面打探得知，大师兄利用那柄魔刀，组织了一伙邪门之士行走江湖，成为了一股可怕的神秘力量。赤色火焰是吗？阴血刀不容于江湖正道，大师兄心中怒火燃烧，所以促使赤色火焰具有更恐怖的破坏力。我从南到北，从西到东，一直追寻着大师兄的行踪。可是他飘忽不定，甚至有一段时间，他在江湖上失去了消息，就像湮灭了一样。后来我才查到，他最后出现在清平镇。所以你就决定在这里留下来了，是吗？因此，我就以客栈为幌子，一直在暗中寻找大师兄的行踪。可惜好几年过去了，一直没有下落。直到最近阴血道再现江湖，我就知道大师兄他人在这儿。虽然你的大师兄才情横溢，但他却走上了滥杀无辜的歧途，实在令人叹息。那是因为阴血刀拥有一股神秘的魔力，叫人失去理智，所以大师兄才会身不由己的。神秘魔力？青儿，直到今天才找到你，真的是让你受苦了。其实说真的，小时候的事情，反正我也记不起来了。就算吃了再多的苦，也都过去了。燕王，恕我直言，我觉得晴儿的公主身份最好是保密，以免从此招来杀身之祸。燕王，燕王，烈火闯进来了！阴阳，恭喜你终于找到公主了，正好让我烈火送她上黄泉路吧。先过了我这关再说吧。血迹未干，烈火就在附近。烈火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是烈火，马信号，不要了，他不是烈火。好，找到烈火了，我们走，走。
现在他们都往林外跑，赶快把丹药服下，将内力调和，逃出险境。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谁！肯定那个人不是烈火。想不到，这张面具竟然可以救你一命。 薛老前辈是闻名天下的铸剑至尊，他所造的兵器为人尊重，而你却用他造的兵器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今天，你为了一名杀人如麻的大魔头，甘愿冒充他犯险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虽然你没有同门之义。 但是，你更应该知道，姑息养奸是后患无穷的。我和大师兄之间的事情，别人不会明白，你也不会明白。是的，我不明白。但是我曾经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：如果他的银血刀一旦炼成，天下将面临一场浩劫，死在他刀下的将是无数的百姓。 今天你维护了他，就等于说你是纵容他残害苍生，你就是帮凶啊！在你的手上也染上了无数老百姓的血，你知道吗？大师兄，他本性不坏，他只是对兵器着迷，一直常吃而已。你们可以不给他回头的机会，但是我却做不到。我承认。 我对他有感情，并且是难以忘怀的感情。我戴上了他造的铁面具去帮助他，就是为了用情去感动他，用情引导他，帮他走回正轨去。明阳知道，老板娘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但是以我所认识的烈火，根本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样，懂得情。 懂得人性，他的残忍，他的霸道，他的心狠，根本是充满着很深的仇恨。他只想置人于死地。像他这样无情的恶魔，你想把他改变回来，根本是太难太难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烈火对于任何人来讲是个不相干的人，不痛不痒。可是对于我来讲， 他却是我一辈子的寄托呀！你应该知道，烈火除了修炼银血道、草菅人命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。他现在更和朝廷奸党同谋，完完全全把自己推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你还愿意把自己寄托给他，还要和他纠缠下去吗？你再这样执迷不悔， 就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绝境之中啊！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如果你来不是为了抓我，请你赶快离开吧。老板娘啊，老板娘，明阳和你交浅言深，一直视你如同知心的好友。我不希望有一天我们要变成用刀剑来说话的敌人，所以。 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再是非不分了，不要再误了自己，
也误了世人，好自为之吧。烈火现在受了内伤，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再杀人练刀的，所以你大可以的去放心做其他事情。哈，你知道吗？你弟弟真的很差劲呀，连那个烈火都打不过。可是我呢，一出招就把烈火打得一败涂地，夹着尾巴负伤而逃啊！是吗？真的呀，我骗你干嘛？不过你的不服输的弟弟竟然说我是什么误打误撞、阴差阳错、侥幸取胜。可是啊，我赢了，就是赢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是我打败了那个叫烈火的奸险大坏蛋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哈。在我看来呢，那个叫烈火的也不怎么样啊，不外如是。如果我的内力再深厚一点呢，就可以当场把他抓住，绝对不会让他逃跑的。不过呢，说来说去都要怪那个烈火不好，谁让他呢要伤害晴儿？晴儿啊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一定不会饶过他的。如果有一天烈火要加害于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啊，送给你。如果不是你教我那几招功夫，我根本不可能打败烈火那个1等1的高手。这些花儿是我谢谢你的。是啊，若不是我教你功夫，你就伤害不到烈火。这或许是天意吧。我这个徒弟呀，可没有丢你的脸哦。大师兄，今天的疗程就到这儿吧，你自己稍微调息一下。谢了。你我之间还要言谢吗？大师兄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等你伤愈之后，就不要再碰那柄银血刀？为什么？你也知道，银血刀是具有魔性的阴邪之物，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控制的。你以为你自己拥有它，可是到了最终，却是它毁了你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希望可以称霸武林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难道就没有比称霸武林更重要的事情了吗？你替我疗伤，我很感谢你，但是我不会答应你任何要求，所以你可以随时不再为我疗伤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人道、魔道根本不能合二为一，难道你就不可以为了我放弃银血刀吗？大师兄，过去你曾经立下过志愿，要打造世上最好的宝剑。为了钻研铸剑之道，你带着我踏遍千山万水，我们一起寻找水源，寻找巫铁。我们一起同甘共苦。大师兄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永远不会放弃你的志愿，就如同不可以放弃我一样。你曾经答应过我爹，一辈子要和我跟爹生活在一起，要一生一世的照顾着我。大师兄，可惜后来你却离开了我，离开了爹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盼望着你能清醒过来。大师兄，难道你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吗？
你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大师兄，阴邪道对你真的很重要吗？过去的烈火已经死了，我不再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大师兄，你不要这么讲。你在我的生命中，永远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成佛成魔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大师兄，我求求你了，在你还没有完全迷惑之前，请求你放弃吧。大师兄，你放弃吧。外面有人，大师兄，你有伤在身，让我去应付吧。
抱着你，你那么重，我单手对敌只中一箭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你不要死，你千万不要死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会受伤，你就不会死了。你一定要挺着点，千万不要死啊！要不然我会难过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傻丫头，你真傻。你别哭了。上次你哭的时候，吓得我不知所措的，我就准备了这块手帕在身上，害怕你再哭。没想到你真的第二次哭了。没想到你是个这么容易流眼泪的女孩。从地道走了，快追！是。哎呦！哎呦！救命啊！明少爷，保护班主。
明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是金鹏王爷下令让我们来这儿接你的。啊，明少爷，我们有了铁甲军的沿途相助，那么敌人就不敢再贸然动手了。太好了，好好保护他，赶紧返回清平镇去。走。哎呀。 伤有所好转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假象。只要他重握银血刀，潜伏在他体内的那股魔性力量就会控制着他，让他无法驾驭。老夫却不相信，银血刀的魔性始终无法控制。
你的大师兄做不到，不等于其他的人也做不到。我敢说，举世无双的银血刀始终还是属于现在的烈火，他最终必然要驾驭银血刀，发挥银血刀无以匹敌的力量。主人，请恕聂昏无知，实在不明主人之意。你细心的想一想，从前的烈火在走火入魔的时候，他是瞬息之间就油尽灯枯，力竭而亡；而眼前的烈火却可以苟延残喘，甚至还可以施展银血刀惊人的威力。那你认为是谁对烈火修炼银血刀起了作用呢？主人说的是曲池。曲池的独门内功心法，既然可以克制了烈火体内乱窜的真气，那么他也必定有办法克制银血刀的魔性力量。只不过，也许曲池是还未悟出其中的窍门而已。主人说的有道理，怪不得曲海在临终之前，冒着重病的煎熬，还夜以继日地传授他那套独门内功心法。若然可以将曲池收为己用，那他的内功心法辅助烈火，我相信，要烈火驾驭银血刀，指日可待。大师兄，我很快就会来见你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倘若酒能够解忧愁，古人就不必作此千年怨调了。生无可恋，不如饮刀成一块。借酒浇愁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想死，却又不敢死。世上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事啊！除非你心中还有所眷恋，不肯就此死去。我还能有什么眷恋？好，那老夫就成全你吧。我的生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浮生若梦，一个人的生死确实跟谁也没有关系。你自己想生就生，想死就死，这做主的人是你。老夫不会救人，却有本事帮着人送死。这也算是在做好事吧。如果你觉得生无可恋，就服下瓶中的丹药，它是致命的极乐丸。极乐丸，它会让人的气息渐灭，2个时辰之后在昏睡中死去，一点痛苦也没有。对于那些痛苦活着的人，它就是一种解脱。你可要好好的想清楚啊！心死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老人家，谢谢你给我一个没有痛苦的解脱。你现在就剩下2个时辰了，还有什么未了却的心愿，赶快去完成吧。我还能有什么心事呢？大师兄。
已经不在了。7名老妪，7名小孩，他为了养刀，再次出手杀人了。气魄是749条人命，还有7个人要死。不行，烈火，我一定要阻止你为了银血刀而杀人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还不肯罢手？你连婴儿也要杀，太残忍了！你到底知不知道？你为了修炼银血刀，你的双手已经染满了不可洗清的血腥啊！我宁肯牺牲我自己，也要救你一命，你却为什么还要杀人，还要修炼银血刀呢？你情愿面对走火入魔的折磨，也不肯放弃银血刀。你走的路已经是死路了呀！打我再度杀人养刀开始，我就已经不怕死了。在我的一生，若无法修炼银血刀的绝世武功，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你实在太让我感到失望。你真的枉费我对你的一片好心。一切都是你多管闲事。我和你根本是毫不相干的2个人。我的生命是生是死，一切不用你操心。我要做天下第一，谁也阻拦不了我。我救了你，却害了更多无辜性命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人生在世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，你有你的命，他有他的命。你以为你治好了他的伤，就可以了却你的心愿？可是他的心愿未了，所以他的伤就不会痊愈。9命为刀，47条命养刀。这银血刀罪孽之深，确实让人震惊。你是谁？世上练武之人，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天下第一，而这个荣誉足以叫人疯狂。纵然根本不懂如何驾驭银血刀，就是走火入魔而死，他也在所不惜。你爹缺海为了银血刀抱恨而死。你喜欢的大师兄仰山，为了银血刀枉送性命。如果天下再没有能够驾驭银血刀魔力的内功心法，天下之间不知还有多少人成为银血刀的冤魂，永不瞑目啊！这又怎么样？我有何能力让银血刀不再杀人？我根本无能为力。银血刀出自铸剑庄，而你是曲海的女儿，所有种下的恶果，应当由你来化解。倘若你无法完成，就由你的子孙来承担，世世代代，直至钻研出
炼刀法门为止。我怎样化解得了？我也是一个快要死的人。哈哈哈哈！我说过，你想生就生，想死就死，这做主的人是你。假如你现在真的不想死了，那天下也没有人可以逼你。人生一世，死有何难？可是要死而无憾，却不容易呀。你救了一个人，却让更多的人因他而死，你当惭愧。这罪魁祸首是你呀！与其步你爹和大师兄的后尘，不如好好的活下去，将功补过，清除孽障，让银血刀成为造福天下的宝刀。本来，我以为这是我在世上最后的一个黄昏。日落之后，我就可以和你在阴间重逢。可是，现在我醒悟了，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完成。大师兄，我暂时不可以和你见面了。为了你，为了爹，我必须好好的活下去。